玩了3天的时间了，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职业部分分为汉朝、重兵、岁属性、地属性幕府、长兵、次属性、风属性、联邦、射击、射属性、火属性、罗马、短兵、斩属性、水属性每次上线的时候就可以领取挂机的收益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极速挂机时间，用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挂机的收益也会不同。这一次是封测期间所以官方的部分送了很多钻石，提供给重客试车然后这是兑换部分1颗钻石可以换1颗金币，1个钻石可以换5个银币，比值大战这样然后这是获取的来源，前后钻石给了10万钻由于给太多了再加上这款游戏非常缺蓝色的药水，这是大罐的，可以回250技力，所以给各位看一下左下方我的蓝药水有那么多，而像小罐的红药水、蓝药水在城镇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倒不是真的要准备那么多的蓝药水啦，只是钻石太多花爽而已这个是首厨，第1天的话就是送初心神驹，第2天送金钥匙可以让你转蛋，第3天的部分就是送蓝品质的变身8选1。先从左上方开始看吧，升级了以后可以去进行配点配点部分当你选了推荐了以后，这里有出现各系到时就是看你选了怎么样的职业，你再按配点的属性去进行分配最下方统御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提升士兵的出阵空间假设现在的上限是77嘛，我全部把它配点统御增加10，它就会变成87。跑任务有送这位角色啦，布兰特，需要160的出阵空间这只角色基本上就很难上了，要求的出阵空间太大，要怎么抉择就看个人了。初期应该是以你选的角色为主啦，士兵的部分可以留到比较后面你再去做打算。像商城就有卖全校化工丸，这边可以重置已分配的人力点数不过是比较昂贵的，需要1995的银币。右上方交易所，在这边的交易都是用金币去进行交易的。这一款游戏和之前《三国群英传》的部分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啦，只是这一款融合了其他的文明，多了一些丰富性基础的玩法也都是重氪，比较偏向天堂的然后这是我目前的变身紫色是比较不好中的，大概抽了1000多抽吧，目前有5张紫色，排第1位会影响你角色的变化。后面这几位最主要就是增加你的总战力啦。变身部分如果你有足够碎片的话，就可以进行升星，然后阵列能力这边也可以进行提升的这是转蛋池，最低的几率是 0.0125%， 再高一点的几率是 0.0187%那基本上像知名的武将关羽之类的没有出现，估计后面才会有。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个快速介绍吧。中间下方是地图黄色正方形的代表是前往的区域上面跟下面各有一个正方形黄色的，你打开地图这边的话，你就可以参照它前往的区域去进行判定了。然后粉色的点点是敌人的小兵那如果你有出现深红色的点点那就是地图 BOSS 左下方有捕捉网，小兵可以捕捉， BOSS 也可以捕捉，副本网也是可以捕捉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合成一只角色需要500个碎片在巴哈这边也是有玩家在讨论的啦，抓副本王至少要成功抓到10次，但失败几率是很高的本身你要捕捉几率就比较低了，掉落的话10到17片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这边有玩家有留言捕捉网像一般游戏城镇可以买到的捕捉网和氪金商城的捕捉网，你可以取得的碎片又是不一样的钻石级的捕捉网你可以每次捕到更多的碎片因为封测没几天所以具体数据还尚未确定不过这边就可以提供给各位去进行参考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士兵的部分，士兵的出阵空间前面已经有提到了嘛，那可上阵的单位数呢，在技能这个页面有一个点兵派将，你有这个技能书你就可以拉高士兵出阵的单位数但是在这个技能书都是任务成就那边取得的啦，具体的真正管道在哪里目前是找不到的，未来再看看有没有玩家补充。目前的话我可以上阵3位，士兵的详情有体力有等级可以去进行提升，进行离线挂机它也会提升等级装备的部分也可以进行使用，这也算是这款游戏的一大玩法啦，就是让你闲没事去抓一下网然后又考量到你一开始选择的职业该配什么样的小兵，毕竟技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嘛，有一些小兵也是有增益效果的这一块倒不用急着捉啦，像这位角色夏洛特，当你在走任务的时候就会让你选士兵的角色要哪一位，所以这等于是任务送的啦。训鹰的话就是走教学他会给你的，本质上你可以上阵的单位已经不多了，再加上出阵空间跟你的账户等级息息相关你也无法放更多的士兵了，但要记得要去进行派出然后练功因为它是可以进行升级的。我们先看一下自动，在这个页面你可以设置攻击的循环，还有自动捕捉的设定，辅助功能部分在这一块你就可以设置自动捕士兵
兵的体力进行循环的时候，可以设置各式各样的情况。再来就是离线的挂机挂机部分有分为一般挂机，只要消耗24金币就可以享有6小时的服务还有分为攻速的挂机30金币，极速挂机36金币。当然极速的话，你挂出来的经验值是会更高的嘛。当你左下方全部设定完成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下线了。要下线之前，记得看一下经验值，在这个地图的经验值有没有符合你的需要。太低的话，你就到其他地图去挂就好了。大概等级低个5、6级以上会比较好一点。最后要记得点开始挂机，然后让它进行倒数3、2、1结束了以后，你再离开游戏这个挂机要记得点而在技能部分会先依照你初始的职业，然后当你在捡任务的时候，就陆续给你的技能当你进行线上挂机打怪或者是离线挂机的时候，其实都会增加技能点数的所以要记得把技能点数给消耗掉，满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升了。强化的部分实际就给各位看一下吧。如果你有强化石，你可以直接消耗强化石；你没有的话，你是重氪，直接用金币来填满材料就行了指定强化目标最高就是等级10了我们先强化吧。设定完以后，它会自动进行强化，在这一块我们只要欣赏就好了。这里还有一把斧头，我们把它升到加10好了。失败是不会爆装的加11以上需要使用经验的功能经验就在这里。我们再拿这个来做试验，用金币填满进行指定。最高可以升到10星了，先拉个5星看看。装备经验到3星以上的时候，失败有可能会造成装备消失每次消耗75到100金币。这样子看真的是很喷钱经验的几率就是那么的低它只要一爆，它就直接归零，除非你有其他的防爆道具。所以基本武器到加10就可以先停了经验它是个巨坑接下来就是有镶嵌宝石，还有宝石进行合成，这一块就大同小异了。剩下的地方图鉴，这个跟天堂一样有图鉴，然后领奖励。我要变强，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解答你的一些疑惑当前伺服器平均等级这边就能看得到了今天是36等，然后这属性的配置这边也有进行介绍。技能书的获得管道有副本，还有讨伐世界网，然后这是捕捉网获取的地方，还有捕捉推荐的地图，这是额外的提升。军团上可以进行提升，官职也可以，还有成就系统。成就系统算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稀有的东西你可以透过成就可以拿到。前面有提到拉高士兵单位的书本也是透过成就拿到的，各位有看到吗？我刚刚领取了成就了以后又拿到1本了，剩下的地方就没什么了啦。给各位看一下实际操作的部分，进行战斗，点右下方绿色的直接进行变身，然后右下角有自动，点开了自动了以后要注意这里有辅助还有循环。这个辅助这一块如果你真的在玩的时候，记得把它关掉。你把它关掉了以后你这边设定的自动功能辅助这个项目它就会关掉了，这样子它就不会过多消耗你的蓝药水蓝药水是非常昂贵的，基本上你不太可能买到那么多啦。但是你挂在和你等级差不多的场景的时候，有可能一个转眼你一个没注意到，你就消耗了几百罐下去了，是会非常伤的。所以在这一块辅助你就直接把它关掉，那透过进行一些普攻去进行攻击就好了，或者是你手动打地图 BOSS 的时候你再去进行使用。当你到了一个地图了以后，就会自动加入队伍了，就是大家在挂机的时候，这一块就不用理它了你离开就直接消失了。然后在地图页面下面这边有 BOSS， 这边会显示出 BOSS 出现的区域，有看到吗？红点点 BOSS 在这里，未必要用地图这个模式来找啦，有一些在当前场景也会有 BOSS 出现了。然后副本部分都可以打3次，你也可以进行扫荡，但是这样子就无法进行捕捉了。那注意的一点的是当你打了副本了以后会减少活力值在世界聊天有玩家提到，以目前情况来看活力值会远远不够，就变成说有一些副本关卡你先搁着不要打，重复任务主线任务全部做一做，当你等级不够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任务限制了。接下来你就进行挂机吧。玩法部分就是这一些啦。那么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Mm-hmm.